让黛西到我办公室来。他没来。嗯，为什么请假了？你昨天对他有点太严厉了。啊？抗击打能力也太差了吧？说都说不得了。主要是因为赶上干什么？失恋。失恋？失恋就可以不来上班了吗？我们律所有失恋假吗？还是咱们国家又新颁布了新的法定假期，把失恋也算进去了？给他打电话问他在哪儿，让他回来上班，告诉他，就算是家里死了人，国家的法定假期也就是3天。哎，李丽姐。呀，你好，你好，你好。哎，实在不好意思啊，那个律师函，我是、律师函我已经发给玲珑美食了，他们让我跟他们的律师聊。他们律师是谁啊？廖佳敏。廖佳敏啊，是廖佳敏他亲自管吗？啊，廖佳敏他是龙科的主任，一般的案子他都不管的呀。玲珑不是他们一般的客户，说明他们重视呗。你手机一直在震。哦。喂。你打算什么时候来上班？我一会儿就回来。拜拜。我们律所吧，跟他们那律所就上下楼的关系。我知道啊，我上次本来是要找他们理论的，结果刚走到楼下，正赶上你们律所做那个义务法律服务，我就先找你们咨询了一下。是这样的，李丽姐，这个律师函吧是我写的，可是我还没有经过我们老大呢。这不大符合规定，因为按照我们律所的程序的话，都是应该我写好律师函，我们老大同意之后，我才能发给您。可是他还没同意了，那天您催得比较急，我就事先发给您了。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吧有点严重，我想跟您商量一下，您看这个律师函还有告玲珑美食这事儿，咱们是不是可以再考虑一下呀？有什么样的上司就有什么样的下属。你的意思，他的目中无人是跟我学的？我是说，你们俩同气相求，惺惺相惜，物以类聚，臭味相投。谢谢夸奖。我马上去给廖主任道歉。别去了。好的，主任您别生气，有什么事儿慢慢说。那份律师函，玲珑美食的，我知道这件事情从此以后再也不管了，到此为止。现在是后边必须管。为什么？你那个助手黛西跟人说他是实习生，那封律师函就是他自作主张发出去的。现在人让我们必须管到底，否则就举报。廖主任还亲自过来啊？是啊，想和罗律师探讨一下，已婚女性谎称未婚入职是否构成欺诈。这个问题，由我的助理回答比较合适。劳动者对于与工作无关并且侵害劳动者隐私的问题，有权拒绝说明。拒绝说明不构成欺诈，但没有如实说明，明明已婚却说自己是未婚，也不能认定为构成欺诈。罗律师真的是铁嘴钢牙啊！这是李丽女士的员工入职登记表，婚姻状况一栏填写的是未婚。这个是李丽女士求职时的个人简历，写的是未婚。这个是李丽女士的员工入职承诺书，承诺她所填写的内容真实无误，如有不实，承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不要求经济补偿。廖主任，我想我们讨论的重点应该是李丽女士的劳动合同聘用期问题。李女士的劳动合同聘用期是从2019年的4月7号到2022年的4月6号，但是就在今年的6月14号，李女士被强行辞退，原因是怀孕。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员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玲珑美食解除与李丽女士的合同，不是因为她怀孕，是因为她不诚信。
婚姻状况属于我的个人隐私，我没有必要告诉公司啊。这是你律师教你的吗？不，这是他自学的。那我们法庭上见吧。法庭见。谢谢你啊，罗律师。不客气。但是我强烈建议你和解。为什么呀？我会输吗？我刚才听您说的特别有道理啊。但是你自己知道，你撒谎了，这是不对的。可是如果当初我跟他们说我是已婚，那他们肯定就不会录用我了。在去玲珑美食之前，我应聘过很多地方，只要我说已婚，就都没有下文。那也不是你撒谎的理由。他这人怎么这样啊？我要投诉他！不是，您不能这样吧？怎么？他这是歧视女性，他这样的人不配做律师。他可是在义务为您提供法律帮助啊！哎，就像你说的，这是他的义务。我学过律师法，人都说了，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应该按照国家规定去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对，你们应该为受援人提供那个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为受援人争取他的合法权益。我是妇女吧，我又是孕妇吧，你们就应该无偿援助。哎，你好好想想吧你。人家是个孕妇，现在人家投诉你了，说你歧视女性。我歧视女性？我什么时候歧视过女性啊？那不能因为她是女性，她就可以不按照人类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那你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我本来已经推了，是您要求我接的。那是因为你的实习生发了一个律师函，让人抓住把柄了，知道吗？我可以说那个律师函我已经看过了，他没有把柄。可是你们家黛西发了个律师函，已经给别人说了。我告诉你，除非你把你们家黛西给开了。我顺便跟你说一句，你们家黛西啊，优点很突出，但缺点也很突出。跟您当年评价我一样，缺点显而易见，优点难能可贵。别在这给我打岔，我没打岔。我告诉你，这件事可大可小。怎么个可大可小啊？听着。听着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50条，律师事务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社区的市级或者是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视其情节给予警告、停业整顿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处罚，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处罚；情节特别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对本所律师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律师事务所因前款违法行为受到处罚的，对其负责人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者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听见了？您别为难，如果有人找您麻烦，您就告诉他您已经让我走人了。已经有人说我包庇你了，说我没有一碗水端平，说是鼓励本所律师诋毁同业，接受委托以后没正当理由拒绝代理。那您说这事儿我该怎么办？去给人道个歉。道歉？说什么呀？就说因为您是女性，我不应该指责您撒谎，或者说因为您是女性，您就天然拥有撒谎的权利。你要是这种态度，那就别干了。那我就不干了呗。行，那就别干了。怎么了？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您就发这么大火？小事儿，发这么大火？我是律所的主任，我要什么事儿都得担着。
如果是别人犯这个错误，客户对他投诉，该检查检查，该道歉道歉。哦，轮到你了，我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觉得对别人公平吗？我告诉你，罗宾，这会儿你要做检查，不光做检查，还要在律所的例会上公开检讨。检讨什么呀？检讨说就因为我说了句实话，冒犯了客户，所以以后我也像他们一样迎合客户，取悦客户。我告诉你，罗宾，让你做检查，让你道歉是给你机会，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有才华，对律所贡献大，就在这给我掰扯。我没有跟您掰扯，我在给您讲道理。现在的问题是客户不讲道理，你总不能支持那些不讲道理。我是主任，我不是你的背锅侠，我已经对你网开一面，那就恳请您一视同仁。好，一视同仁，那你走人吧。主任罗律，不好意思。什么事儿？我这儿有一个紧急的事儿找您。你没看见我和罗宾在谈事儿吗？你就不能敲敲门？不好意思，主任，那我过一会儿再来找您。这个是李丽的案子，交给何赛老师，争取和解。如果不能和解，就打官司，也不怕打。丽娜姐，罗宾老师他，李丽跟封印投诉了，老大给他换了个律师。你也不要内疚了，人生要都是事事如意的话，也少了好多乐趣，你说是吧？丽娜姐，那这件事情对罗宾老师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你别想太多了，好好完成罗宾交代你的每一件事情，让客户满意就是帮忙了。丽娜姐，我干活去吧。主任，主任，您找我？来，坐。罗宾他几天没来律所了3天。哦，3天。他的客户找他，我都说他休病假了。他的客户找他，应该手机联系。他这几天手机也关机了，所以客户只能打到办公室来。如果说他不想干了，起码他得给他所有的客户打个招呼，他要辞职了。可他并没有这么做。他给自己留了个台阶儿。丽娜，你跟他时间久了，
你最了解他的脾气。我去求他是没有用的。懂了，谢谢。我觉得啊，对不起啊。这也太熟门熟路了吧？我觉得这是冤家路窄，黛西她接了一个案子，告的就是麦飞他们的客户。这不是经常的事儿吗？全景跟龙科不一直都是相爱相杀吗？那个你好，黛西呢？哦，他没来。罗律在吗？罗宾啊，他已经好几天没来了啊，休假了。谢谢。我还是想要跟您商量一下，我先接个电话啊。喂，李丽要求索赔20万，他是在碰瓷儿吗？啊？我现在跟他在一起呢，我不知道啊，什么情况啊？那正好，你就告诉他，我们的客户本打算想让步的，但是他现在这么得寸进尺，那直接等着法院判吧。还有，我劝你别管他的事儿了，省得给自己添麻烦。哎，还有，他跟没跟你说过他的案子走过劳动仲裁啊？然后直接被仲裁委驳回了。你说什么？仲裁？我上这题先不跟你说了。好不好？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是他们律师打的电话吧？他们说您要索赔20万。啊？不是，他们现在打算给多少啊？您这个案子做过劳动仲裁啊？对啊。那您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啊？因为如果我告诉你们了，你们很有可能就不接我这案子了。我们现在也可以不接您这个案子的。哼，那可不行，你们现在已经接了。你们有律协吧？律协是不是管这事儿？我现在就给律协打电话。律师在接受委托之后没有正当理由，的确是不能拒绝代理。可是现在我们有正当理由了。什么正当理由啊？委托人故意隐瞒和案件相关的重要事实，律师有权拒绝代理。我问过你们，仲裁后能不能再告？是你们说可以的呀。是，仲裁之后如果对结果不满意，的确可以到法院再告。但是您不应该隐瞒您已经仲裁过的这个事实啊。您上班1个月都不到，实习期都没有过，我觉得法院无论如何都不会站在您这边的。您要是不信的话，您可以再问几个律所咨询一下。我就是因为上网找了个律师问了，他说可以索赔20万，所以我才想试一下的。那您是不是打算找那个律师帮您去做代理呢？他说先要给的律师费，按索赔标的30%，那就是6万块钱。那您给了没有？当然没有了，我又不傻。我上网把他所有打过的官司都查了一遍，基本上都是输的。我觉得他就是满嘴跑火车，想骗个首付款，我还是信任你们。我也查罗律师了，还托人打听，说他是你们律所最好的律师，一般人想请他打官司还请不到呢，是吧？你说咱那天多巧哈，就正好在楼下，那都是缘分。回头你也跟罗律师说一声，过去就过去了，让他别往心里去，啊。过去就过去了。是。